火脚准备。开放。 李德生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他说再给2天就能反击537.7了。8号的日志看了吗？537.7北山的2号坑道遭到了炮击，133团30多官兵全部牺牲。 我给你们读一下：死者死状极惨，无一处明显创伤。然而，凡暴露衣外的皮肤，均溃烂流水，头发如野火燎过般的焦黄，个个怒目圆睁，不明而亡。 李伪军大量的使用化学炮弹，类似这样的情况不止一处啊。我跟李德生通完电话，他保证11号反击。很多战士在坑道里面已经17天了，对他们来讲，度日如年呀。还能提前吗？李德生说。 这已经是最快的时间了。哎，命令让我听你的，你就说吧。你想怎么办？37年在临泽，我们被马家军包围。当时城里面剩下的，是一个编制不全的警卫连，一个直属队，还有一个妇女团。那就是兵工厂和医院的人啊。城外是数万马家军。当时。 供给部的部长郑义斋，他是总指挥，他就跟我说：“说秦继伟，后勤我在行，打仗你在行。临泽保卫战，你全权负责总指挥。”当时我正在后勤当会计呢，离开部队很长时间了，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？ 但是没有选择，说上就得上。我带着部队守了3天，那是在一个雪夜突围成功，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呀。李副军长，打起仗来，有的时候情势所迫，该上就得上了，不一定要做好所有的准备才能打。 秦军长，我知道你心急，我也知道你心疼还在537坚守的同志们。坑道里面战士们的处境，是我们站在这儿所想象不到的。没吃没喝，伤员和烈士都躺在一块儿，大小便和血水混在一起，每一分钟都是煎熬啊！
李副军长，咱们都是打了几十年仗的人了，哎，我是最讨厌我在前面指挥，后面有人指手画脚的。虽然我是总指挥，你是前指，但我绝对不干涉你的指挥权，啊。但是我还是要说，11号的反击，如果能提前1分钟，坑道里的战士们就少受1分钟的苦。秦军长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。你说37年，据我所知，当时你们的部队都撤了，按道理，你们也该撤。可是你们非但没撤，还多坚持了1天，就是因为这1天，等来了那个雪夜，才有机会成功突围。我们都是出生入死10几年的人了，什么时候该动，什么时候该撤，我们心里都很清楚。这个事情要是搞错了，会死很多人的。给我接李长林。你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？不要和我说困难，一句话，务必在11号进行反击。另外，如果有条件，你自己临机决断，可以提前发起反击。对，可以提前发起反击。下雪了，美军飞机来不了了，可以向李副军长申请提前发起反攻。李长林刚才来电话，说他打算提前2个小时进行反击。你给秦军长打电话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，让他放心。军长，李德生提前2小时对537.7发起总攻。형, 중공군의 공격이 앞당겨진다는 정보가 있어. 걱정하지 마. 우리가 고지 위에 있는 거 잊었어? 그리고 미군한테 받은 포탄들이 남아 돌아. 우리가 화력에서 딸릴 일은 없지. 언제든지 오라고 해.
所有卡秋莎准备发射！93团9连刚刚来电话，下午4时，他们歼灭了伪31团1个连，597.9高地11号阵地，已经夺回来了。92团1营1连攻下了北侧山棱456号阵地，伪军请求了联合国军的增援，命令他们必须守住阵地，保证7连的侧翼安全。是。7连已经攻占北棱的1号和2号阵地，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。告诉他们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棱，不然整个反击都会失败。